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梁宽为了保存秘密干掉少康，虽然感觉做得万无一失，但仍被严培军抓到了蛛丝马迹。唐晋州和梁鸿陷入情感漩涡，带起的余波还是刮着了病床上的苏可。少康手机带来的蹊跷，让王烈和唐潇有心当一把侦探。笑笑，出来吃水果了啊！啊，来了。爸，我给我妈买了件睡衣，明天你上医院给她带去吧。好啊。不错，先放这吧，尝尝新鲜的。哎，你自个儿怎么不送去啊？这2天我特忙，破案。破什么案？陈寿阳他们的事儿，你就别瞎搅和了。法院不已经宣判了吗？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才不想告诉你。好，我不打击你。你说说看，又搞出什么名堂了？我们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找少康的。根据这个电话，我们查到了凤凰城度假村。凤凰城度假村？那后来呢？我们在度假村转了一圈，可是什么线索也没查到。可是这个电话又的的确确是从那儿打出来的，所以我和王烈就分析，这个电话一定跟少康的死有关。你跟王烈一块去的？对啊，我去找的他。你叫他马上过来。我跟潇潇的推断就是这样。难道少康的死真是谋杀？不排除这种可能。如果我们找到了那张磁盘，就把一切都搞清楚了。那会是一张什么样的磁盘呢？送到赵市长手里，又能有什么用呢？答案应该在那个打电话的人手里。唐总，事关重大，要不报警吧？你认为警方真的能解决问题？我们还不知道赵市长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况且，他说那张磁盘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们还没有把握，没准跟他经营的项目有关。上次万隆科技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眉目。少康这个人胆子大，弄不好又捅出个什么天大的窟窿来。您说的对，应该从少康的账目入手，免得我们被动。这样吧，从明天起，你把由少康经手的所有的项目都清查一遍，包括由他经手的客户保证金。查出问题，马上向我汇报。好，我明天就开始。哎，我也可以跟你一起查。凑热闹，这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你不要插手。哎，还是我告诉你的呢。行了，我的乖女儿，你已经当了方略半个家了，啊，公司董事会开会都叫你小唐总呢。真的是他。血样检测的结果和少康完全一致，犯罪嫌疑人就是梁宽。这个兔崽子，让我们找了这么长时间，能抓吗？你敢吗？他妈不就是个市委书记吗？怎么了？王子犯法还与庶民同罪呢？
别的人撞了人，老老实实把人送医院去，罚点款，判几年就结了。就是一些公子哥，无法无天，开车撞人就跑，我看是欠收拾。这个事儿啊，我们要是报到处长、局长那儿，他们肯定会为难。咱们绕过上面，先把人带来，把案情做扎实了再说。行，听你的，动手。走。我们怀疑你的车撞了人。是这辆吗？那辆绿色的别克是你的车吗？啊，什么时候6月23号晚上。哦，车借给朋友了，刚还过来。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好，没问题。走吧。你找谁呀？我是美华公司的，梁总让我来报信儿，开门让我进去。坐吧。啊。哎，不对吧？说好的是协助调查，坐这儿不就受审了吗？不合适吧？大李啊，请梁总坐过来。行吧。还结实吧？公安局的硬件条件差，比不了你们美华公司。将军坐吧。开个玩笑。行，那就开始吧。我时间有限。6月23号晚上，是你开的车吗？我说过借给朋友了。借给谁了？名字？哎呀，这具体不好说了。那天，凤凰城度假村接待一批上海来的客人，车子不够用，就把车给开走了。开车的人总得有个名字吧？当然有，我可以回去帮你查一下。不管是谁开的车，你的绿色别克是肇事汽车，已经确定无疑。6月23号晚上，在卢家街路口，有一个年轻人被撞死。我们在你车上找到的血样，发现与死者完全吻合。有这事儿？会不会是他们闯了祸，没敢告诉我呢？交警队曾询问你们公司汽车的去向，你们的答复是去广州了。我也问过你们行政部的志强，他的答复也是去广州了。你怎么解释啊？哎，他们弄错了。确实有辆车去了广州，但不是那辆。怎么闯这么大的祸呢？绝对不是逮捕，我敢保证。这批捕手术还没办，谁敢乱来呀？可你们把人给抓了，也不打声招呼。让他们去问吧，到底是哪个部门抓的？是交警队还是县委分局？我估计啊，也就是例行询问和协助调查。哎，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啊？梁总工，派人去问了，一会儿就给你答复，你别急。我也不想等了，什么事儿你自己去跟梁书记汇报。哎，你等等。是这样。谁办的？知道了。我就说没什么大事儿。梁宽他们公司的一辆汽车闯了车祸，一般的车祸，请梁宽来协助调查，就在局里。要不您过去看一看？看什么看？你们还敢寻衅逼供？你自己看着办吧。好。
回头我向梁书记汇报。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们了。我已经尽了一个公民的义务，我可以走了吗？根据你交代的情况，肇事的司机一定是凤凰城度假村的了。我讲的非常有条理，我相信你已经听明白了。可是你没说具体是谁。我胡编一个，可以走了吗？那是做伪证，你就更走不了了。把你们局长叫过来，我不想跟你说话。好吧，我去叫，你就慢慢的等着吧。大力，我们走。局长，怎么回事？我听说他爸来了。你先说，搞得我措手不及。你这两个小子，倒学会了先斩后奏了啊！我们怀疑开车撞死少康的凶手就是梁宽，他到现在还没招，死扛着。证据充分吗？他汽车上的血迹和死者完全一致。要注意方法，上面我去应付。你们跟我摆的任何理由全没有用。大堤两岸的非法建筑，该拆的拆，该迁的迁。大堤工程晚1天2天我没有问题，我可以答应你们。但如果洪水来了，能答应你们吗？所以，有这种事儿？你把林局长请进来。好。来坐，老林。大家先自由讨论一下，我跟林局长说几句话，好吧？老林，梁宽怎么了？倒没什么，出了车祸。有什么你就直说，我没有时间。你看，大家全在那等着呢嘛。梁宽的汽车撞死了人，就前几天在芦花街路口的那起事故，我们正在调查中。你能确定是梁宽吗？也不排除是别人借用他的汽车所为，因为涉及到梁书记家，赶紧过来向您汇报一下。梁书记的爱人已经到局里兴师问罪了。什么意思？你们已经抓人了？正在局里接受审查。这么大的事情，不同期就抓人，你让我怎么向梁书记交代嘛？你现在马上回去把人放掉，等请示完梁书记再说。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也不是不讲原则，这叫尊重领导。回去吧。刚才大家听到的话，我希望不要带出这个会议室，更不能到处宣扬，好不好啊？你也是有党性原则的人，怎么能跑到公安局去找人家？这是干扰司法，你不懂？我这不是为梁宽担心吗？谁知道他小子在外边又会惹出什么祸来？我就找老林去打听打听，又没让他干什么不干什么，就问问他干扰什么司法了。你别回家来就上纲上线的啊！我在市委大楼里就听说了，传得沸沸扬扬的。赵长辉告诉老林，马上放人，这不是胡闹吗？市委书记带头违反法治，平津市还这么搞法治建设。这个林局长也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我是让他直接向你汇报，他找赵长辉干什么？哎，这个赵长辉
他这是帮我们还是害我们呢？你惹出的麻烦还埋怨人家？要是梁宽真的犯罪了呢？我打电话给老林了，公事公办。你就没想个能变通的办法？好像孩子不是你的，是我的又能怎么样？我听老林说，现在案情还没有彻底查清楚，梁宽只是怀疑对象而已。梁宽这孩子，在我面前很乖顺，可听说他在外面做事很独断、很跋扈，这些个毛病都是你惯的。好，我惯的。你整天在外边忙，功成名就，我一个大男人，活像个保姆。哦，现在孩子出了问题，把全部责任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我这没功劳还有苦劳吧？行了行了。姐姐奶奶。哦，哎，诺诺，哎呦，哎呀，奶奶，我的小红花了。哎呦，好孩子，比你爸强。爸爸了，我要喝汤。诺诺，今天晚上跟奶奶睡啊，爸爸出差去了。出差是什么意思？出差呀，就是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暂时回不来。还睡着呢，来，起来，起来！这你们还睡得着啊？啊！我可是顶不住了。这梁宽漏了吗？这小子死硬，笑呵呵的，昨晚没把我气死。这林局长指示，这个案子一定要查得水落石出，但是手法可以灵活多变。我们拘留他快24小时了。我们只是试探一下他的虚实，现在可以把人放了。对，这个凤凰城度假村那边啊，你也不要放弃，把他们那个负责人叫来。处长，让我们再睡1个小时啊，我们再去，行吗？你这小子，嗨，抓紧点啊！别动！安全带，上钩子！别动！你们知道我谁了吗？别动！说啥吓死你们！管你是谁！你谁的人啊？管你是小不识的，本拉登，我照灭你！我劝你们快点把我放了，要不然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兜着走？你听着，前几天开车把人撞死是故意的不？我不懂你们说什么，甭跟我装。你不懂，我没有抓你。昨天梁宽进去了，你不知道，他全找了。你还扛着？好，狗屎盆子，你一人端着吧。就看你老不老实了。等进到局子里，就没这么客气了。我再问你一遍，你为什么开车把人撞死？不为什么，喝多了。那人跟梁宽有过节吧？不认识。不是梁宽指使你的？自己喝的。酒后驾车把人给撞了，跟梁宽喝的吧？你以为梁宽是你啊？想喝就喝？我自己喝的。开车撞了人，为什么不送医院？跑什么跑？不知道肇事逃逸，罪加一等。心里害怕，所以就跑了。老板，怎么样？我说过吧，我的兄弟不会轻易出卖我。这一下你们相信了？打开，还不把衣服脱了，等真警察抓你们呢啊！这帮小子下手太重，没事。阿丽啊，最近出了点麻烦，咱们的车让警察给盯上了。张总。这都怪我太大意了，又给你捅娄子。我给你准备了一笔钱，你呢，先回家看看父母，出去躲一躲。那你怎么办？我就进去吧，看看能扛多久。
来，坐。梁总，这些年你一直都对我挺照顾的。这个事儿，我一个人顶了。阿丽，我想你能不能进去先待一阵子？永远不要忘记，平经的天下是姓梁的。你进去走个过场，用不了多久，我把你捞出来，行吗？家里情况不用担心，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他们开车把人撞了，车还给我的时候，前车灯已经修好了，我不知道，是公安局的人告诉我的。大概情况就是这样。你要说实话。小宽呐，别打埋伏。把情况跟你妈透个底，这样也好救你嘛。老梁，都出人命案了，你还这么护着孩子？哎呀，妈，我这是实话实说嘛。给你们二老闯了祸，我心里也不好受，你们应该相信我。小宽，你应该理解妈妈，千万只眼睛盯着我呢。一听说你出了事儿，我脑子嗡的一下。哪个母亲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如果你真犯了法，妈说什么都晚了呀。哎呀，妈，你也不想想，如果真是我犯事儿，他们能放我回来吗？我的车犯罪，又不等于我人犯罪吗？小宽，你在外面交朋友，一定要格外小心，不要交一些狐朋狗友，这些人狗仗人势，会害了你。我会协助警方，把那天开车的人找出来，您放心吧。还有你的那个美华公司，你受聘去做总经理，到底有没有我的成分在里边，你应该很清楚。现在有个词叫炎帝权力，听说过吗？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就完了？妈，您的意思我明白，所以我在外面做事情尽量避免利用您的关系，所以我才去了一家民营企业，没求您批我一个条子，没求您打过一个电话，完全靠我个人奋斗，这点您是知道的吧？让你们董事会给我出一份书面文件，澄清你是否占有股份，不然的话，你就立刻辞职。领导干部的子女不许经商做买卖，这是中央3令5申的。我正准备考虑辞了这个职务，以免给妈妈还有爸爸造成不好的影响。对了，妈，我听说赵叔叔利用这件事情大造舆论。赵叔叔的目的我清楚，你不要在那儿搬弄是非。我知道了。那没事儿，我先回屋了。爸，妈，这件事情应该相信自己的孩子，别担心啊。你就别担心了，杞人忧天。小宽不是那种惹是生非的孩子。老梁，看着2个孩子的小家，我就觉得对不住他们。记得我们挨整的时候，有一次我从干校回来，看着2个孩子
背着小筐，在铁道线上捡煤糊。他们2个小脏脸，用煤糊换了1只烧饼，谁都不舍得吃，递过来传过去。当时我就在想啊，将来我一定要加倍的偿还他们。可能是过于心切，我撮合梁红和张老的儿子，没想到适得其反。开始我也觉得他们挺般配的，会是恩爱的小夫妻。可是谁想到张文革藏得这么深，唉，到现在才露出尾巴来。这就是我最担心的。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受环境的耳濡目染，很容易学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小宽在家里乖顺听话，可对他媳妇儿就吹毛求疵。他在外面会是个什么样子，你知道吗？会是什么样的？说不定会让我们大吃一惊。我这个投案自首能宽大处理吗？出了车祸，你根本就不该逃。现在性质变了，你知道吗？见过吗？见过。在哪儿？这不刚才你给我看的照片吗？废话，我问你平常的时候见过吗？那没见过。哎呀，你再仔细想想。我真没见过，真的。好了好了，你回去吧。有事我找你啊。行，那我就先走了啊。您忙着啊，忙着。我问你，6月23号晚上撞人之前，你在哪儿？那天傍晚，我开着梁总的车从凤凰城出来，好车，我就想去兜兜风去。后来下雨了，肚子也有点饿，然后呢，我去找了一个小饭馆。我想啊，这大下雨的，交警一般都不出来，所以啊，我就多喝了几杯。在哪个饭店吃的？就在桂林路那边，我随便找的，现在都想不起来了。喝完了酒，你又去了洋景茶艺馆。什么洋景茶艺馆啊？你在那儿，你还看见了少康和一位老先生正在喝茶，对吗？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我那天喝完酒啊，就开着车回凤凰城了。我哪儿都没去。后来，那你为什么跟踪陈书阳？谁叫陈书阳？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就是被你撞昏的那个女的。被我撞昏那个女的，我压根就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啊。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你还跟踪她？这我是从美发公司知道的，听那儿同事说啊，说有个女的被撞昏了。后来我一想，这下坏了，万一梁总要知道，肯定饶不了我。我也不清楚他看见我没有，所以我就跟着他，看他会不会说出去。说什么？他要认出我来，他会去告我的。那我就先回市里头了，我还有个会，你们尽兴吧。啊，房间已经替你们都安排好了，翟秘书特意留下来陪你们。啊，赵市长，你公务繁忙，你忙你的，我们随意好了。好，行吧，说那边看一下。哎。这威开小区动迁的居民上访的越来越多了，办公室那边有点应付不过来了。还有呢？打市长热线的群众也多是问什么时候能够回迁回来。还有，梁书记那发火了，他说您办事不力。他在上面指手画脚，不体谅我们做具体事人的难处。我回去跟他说。这小区还得想办法开工啊。天冷了，这个秋冬一到，如果真的进不去的话，防洪大堤的进度怎么样？啊，我们把威盖小区的资金挪过去以后，他们正在加班加点抢工期，
应该能够按时完成任务，保证工期。一步走错，步步紧逼啊！赵叔，我替您打的。晚上啊，用的煲汤，老鸭汤，味道应该不错。你们年轻人眼神好，枪法也好，后生可畏啊！哎，赵叔啊，我刚进没袍子，在里边。袍子目标大，你眼力肯定没问题。我还有会，下次吧。下次陪你玩。哎，好嘞，慢走啊。梁总，啊，辛苦了，歇着吧。怎么样，老包？这儿空气不错吧？鸟语花香的，很适合养老。肯定比你乡下家里好啊。当然了，落叶归根嘛，你想回去也可以，就是咱们两个人条件，你考虑怎么样了？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喽！梁总啊，这么多年来，我跟着你是鞍前马后，不知做了多少昧心的账，可到头来呢，你连个养老退休的钱都不肯出。我的要求并不高，50万，对你来说9牛1毛。你在讹诈我？你以为你知道公司一点秘密就可以要挟我？你这种想法非常愚蠢。其实我早给你准备了一笔退休金，而且还不止这个数。可惜呀，可惜现在好人难当。你是好人，你是好人，我就到不了今天这个地步了。我是看出来了，我的利用价值用完了，你就一脚踢开，卸磨杀驴。现在只有鱼死网破。你以为你手中拿张瓷盘，鱼就可以真的死吗？那好啊，那就走着瞧，我会让那条鱼死得非常难看。啊，你比喻得很好，鱼死网破。可是鱼死了照样上席面，而网破了只能是一堆垃圾，这就是你我最大的区别。所以，我还是劝你乖乖就范，把盘交出来，大家都相安无事。你去反贪局拿吧。那好啊，如果你真送反贪局了。我还没那么傻，我没忘了你是梁书记的公子，你放心，到不了他手里。又出现奇迹了，真是奇迹！光明钢材今天跌破了9个百分点，只有大量挂牌的卖家，再没有买家了。哎，叫梁经理说中了哎！我看看，邪了，他根本不是技术分析，好像对内幕了如指掌啊。哎，他听见你就惨了。
知情内幕消息那是违法的，你可不要随便乱讲。你别忘了他什么背景，他跟上层的关系错综复杂。不说了，还是赶紧查我的账吧，免得让人家说我嫉贤妒能。这些我都清查完了，是1999年3月份到12月份的。好吧，送档案室吧。好吧。哎，小琪，你要是晚上有事的话，你先回去吧。没关系，我还可以再干1个小时。王先生你好，这是你订的肯德基。有肯德基吃，谁那么伟大？肯德基啊！哇，太棒了！快，你们快过来！跑遍了啊！大家听听啊！吃的。这是地主也有让长工打盹的时候，别把人都累死了。哎，说的太对了，我觉得。哎呀，太香了！参拜公主，进来帮忙吧。我是想帮忙，可是你们唐总有令，贵公司事务外人不得插手。那你不是专程来送肯德基套餐的吗？没了你，这是我们公司吃剩下的午餐，我觉得扔了怪可惜的。惨了，堂堂风力公司成了你们美华的垃圾站了。你忙吧，我走了，省得一会儿唐总看见我又要跟我啰嗦。拜拜。拜拜。王丽，哎，我跟你说，我看潇潇好像对你有意思哦。走出去就好。杨红，下班以后等我一会儿，找你有事儿。我哥来找过你是吧？啊，工作上的事儿。这2天难为你了，我真的不想这样。这2天，我也在想同样的问题。无论前进和后退，都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原地踏步，就更糟糕。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好好谈一次。相互回避总不是个办法。我简直
简直就是一种煎熬。我去看了苏老师，你的心里很难承受，是吧？我回到了平津以后，我对我过去的生活绝望透了。我鼓励自己要重新开始，真正的去爱一个人，不管爱的对方是谁，我想拥有一次真正的爱情。可是当我见到了苏老师，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做，因为我伤害的不仅仅是他，我也在伤害我自己。我的出现使一个身患重病的无辜的女人在受着伤害，我不能这样做。是的，同样我也做不到。我跟苏老师是情深意重的夫妻，多少年风雨走过来了。也可以说，在认识你之前，我唯一的朋友就是他。可是，从我过生日那天，也可以说，从那一刻起，我这心里就一直盼望着，想发生点什么。其实，一个人对自己真实很难。所以你找不到出口是吗？难道我们之间除了那种情感之外，就没有别的可能？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不能做朋友吗？如果我还愿意有一个朋友的话，那就是你。好吧，就让我们做朋友吧。不计后果、铤而走险的赌徒心里，终将使其处于被动。急功近利的赵市长挪用公款炒股，造成亏空，落得惶惶不可终日。梁宽欲盖弥彰，假戏真做，替罪羊是否真的可靠？唐总经理与梁大小姐欲言又止，剩下的却是自欺欺人。按照目前的施工进度，赶在7月中旬完工，有没有可能？按照设计方案，竣工时间是7月底，提前10几天的话，我们要昼夜施工。我怕忙中出乱，无法保证工程质量。我们接到国家防汛总指挥部的气象通报，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今年的汛期可能提前到来。我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哎，前一段施工进展缓慢，我听说是施工用的水泥质量出了问题，有这事吗？是水泥问题，但不是因为质量。我们选用的水泥是水泥总厂的不优产品。前一段因为一直拖欠总厂货款，对方拒绝发货。资金不是早就拨到位了吗？为什么拖欠货款？我们是工程部门，材料采购不是我们负责。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前一段赵市长亲自过问过此事，资金才得到解决。简直是儿戏！这件事回去一定要查个清楚。还有，工程必须提前完工。你有什么困难，今天就得解决。大家都应该明白，我说的官僚主义指的是什么？这并不是老话重提。防洪大堤是关系到武陵江下游地区两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工程。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很重视，但是是不是竭尽全力了呢？是不是有扯皮的现象？
是不是有人玩忽职守呢？大家可以借口事务繁忙，有些顾不上。可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汛期一到，工程没有竣工，那个后果就不堪设想。常言道，水火无情，到时候洪水冲垮的不仅仅是我们头上这几顶乌纱帽，而是平津2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千百万平津老百姓的民心。梁书记，大地建设工程款财政局拨付晚了，我是有责任的。王局长，我是工程总指挥，我先来做检讨。整个工程今年1月份开工，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基本接近尾声。工程款是分期分批拨付下去的。今年的5、6月份，我市部分地区出现了旱情，我看到有一部分工程款停滞没用，我就叫王局长先按住不动，以做应急的准备。6月中旬以后，旱情得到了缓解，工程款呢也就随之拨发下去了。所以，如果影响到工程的进度，影响到大堤的工程质量，我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此，我建议，市纪委是否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来调查此事？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一并严肃处理。赵市长，我们的目的是要转变作风，并不是针对某个人。要就事论事，市纪委要过问这件事，但成立专门的小组就不用了吧？弄不好搞得满城风雨，好像我们市委领导班子不团结，影响了大局。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那家上市公司的事情已经敲定，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我们负责承销工作。你看，当时谈的时候我就没有怀疑过，我知道这件事儿一定能谈成。我们公司以后在平津肯定是无人能比了。唐总的活动能力不在话下，有了梁经理，更是如虎添翼啊。王烈真是快人快语呀，不过好像是话中有话呀。没有，不能否认，在维护经济秩序的紧要关头，政府出面御驾亲征，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优势和特点。我们做经济的一定要牢记这一点。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任何书本里都是没有的。你看，唐总又在给我们上课了。那就到此为止吧，把所有的资金全部都撤出来。要赔就赔，是没办法的事儿。可是不知道梁书记他们觉察到了什么程度，市长，要不听听再说。昨天开会的时候，他虽然没有直接点我，但我能看出来，这兆头不妙。我跟了他这么多年，这个女人我太了解了。如果你没有一点把柄在她手里，她就会一点声色都不露。表面上越平静，这危险就越大呀。那他会不会暗地里对您下手呢？目前还不清楚。我想他总不至于把我们2个人的矛盾公开化吧？梁书记的顾忌，也许会帮我们的忙呢。这是这个女人的致命的弱点。也好，让我喘口气可以。我们正好可以充分利用一下这段时间。这段时间能有多长？没几天了。防洪大堤，微改小区，还有就是这个该死的故事。
喝凉水斗塞牙的时候要是来喽，你想躲都躲不了。可我想，这都是暂时的，而且拆东墙补西墙的事儿都是以我的名义干的，就算让他们发现了，你也可以都扣到我的头上嘛。你是真幼稚还是假幼稚？你当秘书的要是出了事儿，我这个当市长的能脱得了干系吗？那你也能缓冲一下。总应该有两全其美的一步棋吧？这查账可比做股票累多了。一个是机械劳动，一个是智力游戏，两回事儿。哎，经理，赵市长应该跟你比较熟吧？你怎么想起问到他呀？没事儿，随便问问，你就告诉我一个大致印象。他是清官啊，贪官啊，还是个糊涂官？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还用这种方法把人分类？你的思维真有意思啊！是挺逗的。唐总批评的对，跟上头接触啊要靠悟性。我这个人啊没有悟性，一见当官的就眼晕，只能把他们分成这么几类。不过，等我把这些账查完了，可能就知道他是哪类了。你是说，少康的账和赵市长有关系？嗯？现在不好说。哎，哥，你怎么来了？刚到。啊，少康账查怎么样了？你怎么关心起少康的事了？啊？因为陈书阳和少康是情人关系，而且据我所知，还是味道不太纯正的情人关系。陈书阳有挪用公司资金的习惯，估计没准就是跟少康学的。所以说，妹妹，你要查仔细了啊。经理，是你告诉他的？我不知道啊，我这2天都没见到他。谁知道他怎么知道的？现在通讯工具这么发达，还用得着见面吗？经理，查账是公司内部的事情，不应该向公司以外的人透露吧？您上任以后，估计还没腾出功夫来好好读一下员工手册吧？这一点用不着你提醒我，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梁宽他虽然是我哥哥，但泄密的并不等于就是我呀。再说了，少康和陈书阳有些瓜葛，我哥关心一下也是在情理当中嘛。也对，我格外热心，才奇怪呢。唐大哥，你犹豫了。我得好好掂量掂量，不能再冒险了。我们没有冒险。我们已经从德国进口了设备，已经在几个地区大量收购原材料。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你的利润从哪儿来？指望那些德国设备？这些具体的细节我们都已经谈过了，你为什么总是出尔反尔呢？因为少康被撞死了，阿里也进了监狱。事情是我干的，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所有的危险因素在我这儿都化解掉了，我没有给你留下任何后患。你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按我们商量好的步骤运作资金，为林立生化的炒作创造空间。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我的生存空间，也包括你的。唐大哥呀，我们俩为什么总是在不停的争吵？别再优柔寡断了，
没几天了。让王烈马上上手，要不话点好。我这边的事情就用不着你操心了。好吧，我就自己操自己的心。你的包没忘。多长时间了？刚才送药的时候就没看见苏老师。走，赶快去找。哎，这里护士长怎么了？唐总，苏老师不见了。什么？怎么刚回事啊？才送药的时候就没看见苏老师，我们以为他去了卫生间，就没去找。后来小李过来测体温，还不见他，我们就四处找，不知道他去哪儿了。那还不快去找啊！哦，等等，刚才谁来的？好像是个男的，挺高大的，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快去找吧。哦。你到那边去，你到那去找。哎，护士长，没找到怎么办？不在这儿呀。那赶紧去找啊！哎，在那儿呢。啊！我天哪，他怎么上去的？这边，这边，这边。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心里憋闷，想出来透透气。都快急死我了。苏老师，外边凉，早点回病房吧。啊，没事了，李医生，没事了，你们回去吧。你出来也不跟护士说一声，害得我们满院子找你。你又不怕我楼上楼下的跑，哪个零件出点问题？啊，刚才谁来了？锦州，嗯，刚才梁宽来找我。啊，好了，你不说，我也知道他都说了些什么。这小子做事啊，一意孤行，公子哥的脾气难改。如果真要揪出个对错的话，那就是我们责有不当。我们以前不知道他是这种人呢。其实知道不知道都一个样。啊，天凉了，我们回去吧。进来。唐总，少康的账什么时候查完？昨天晚上加班已经都查完了，没有一点问题，对吗？到目前为止是这样。我早预料是这个样子。王烈，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查账吗？少康的死有很多疑点，您不也这样认为吗？问题是，你说的那些疑点，
无凭无据，还停留在主观推测的阶段。我们干着捕风捉影的事情，耗费了很多时间，却没有一点结果。我知道你很重视和少康的友谊，如果我阻止你，显得我不近人情。或者，我们换个角度说，少康有负于你，而你却在为他鸣不平，很不简单。我也很欣赏你这一点。我总觉得少康的死不明不白的，里面一定有更深的东西。我不想否认你的看法，但你知道这个更深的东西是什么吗？现在还不知道。这正是我让你查账的目的。我希望你不仅理清了账目，更重要的是理清了自己的思路。这点时间我还赔得起。现在账查完了，我希望你的脑筋不要整天绕在这上面，疑神疑鬼的。我们能为少康做的都做了，你也尽力了，没什么可遗憾的。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我知道了，谢谢唐总一片苦心。其实，车祸的案子已经清楚了，你还不知道。一个叫于阿丽的人酒后开车撞了人，现在已经投案自首了。人抓到了？对，审案的人就是你的好朋友严培军，你可以问问他。现在，可以把少康的事儿放下了吧？难道是我把事情复杂化了？不管怎么说，凶手已经抓到了，这件事也该到此了结了。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从明天开始，你要把购买灵力生化股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我们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哎，王烈，你怎么才下来啊？有什么新发现吗？哎，一无所获啊。可我就是觉得少康这事儿没完。你凭什么这么觉得呀？就因为咱们接到这个电话？也许对方打错了，也许咱们听错了，幻觉。不是幻觉，是我的直觉。就算我相信你的直觉，那下一步我们怎么办？少康家翻过了。不是还有一个电话的线索吗？我们可以告诉严培军，我没法查，他可以查呀。我不去，别再闹笑话。谁在跟你闹笑话？你爸，他明明知道账目一清二楚，还让我带着人东找西查，让我转着圈的丢人。严培军是个警察，他查个电话不是易如反掌，又费不了什么功夫。就算严培军去查了，你能保证那个打电话的人还守在电话边等着你吗？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彻底从少康和陈书阳这件事情中解脱出来，该干嘛干嘛。这是我最大的心声。该干嘛干嘛。哎，我们可以去找舒阳啊，没准他知道磁盘在哪儿。没有可能，我不去。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因为你从来就没有原谅他们，你还恨他。我又不是为少康讨回公道，我这一天瞎折腾什么呢？可是你什么也没查到啊！你非让我接触一个天大的黑幕，才觉得过瘾，好玩。我觉得你思维有问题。是你的思维有问题。你为什么不敢去见舒阳？你心里根本就放不下他。我承认我心里没法排解掉那份阴影，所以才不想见他。王烈。等你能跟舒阳谈笑风生的时候，才是你真正解脱的时候。好啊，那就等着那天吧。反正今天我不去。哎，
快上来，快上来！怎么是你啊？啊，我下班正好路过这儿。哎呦，没抢过年轻人吧？怎么，想犒劳一下自己？对呀，我买点东西想自己回家煮着吃。哎，你吃了吗？我要说没吃吧，肯定有想蹭饭之嫌。秀秀，怎么不进来啊？快进来！哎呀，下雨天你就别来了嘛，你也不打把伞，看你淋成这样。快，擦擦干。这么大姑娘了，也不知道心疼自己。去把妈妈衣服换上。妈，不冷，一会儿就干了。那我这没什么事儿，你就早点回去吧，啊。怎么了？有什么心事啊？来，跟妈妈说说。没有。瞒得住我？跟谁吵架了？没谁。好吧，让我来猜猜，你的那些哥们儿姐们的，谁惹你了？是王烈吧？他讨厌。我看呐，肯定不是王烈的问题，肯定是你欺负人家了。妈，我就真的那么任性，总是勉强别人吗？哎，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啊，要多为对方考虑啊。你只有理解了别人，才能理解自己。妈，我看我爸就很好嘛，他从来都不跟你吵架，一直都是让着你。你跟王烈好啦？没有，谁跟他好啊？他又不懂得疼人。哎呀，我的宝贝女儿啊，妈妈可以要跟你上课了，你可别不爱听。这男人和女人啊，就像两只手，有手指，有指缝。要是两只手指搭在一起，你看，总是顶着的，合不到一起，对吧？要是用手指去找它的指缝，这样两只手就合到一块了吧？对不对？虚实相加，刚柔并济。他要出手指啊，你就出指缝，这样两个人才能配合默契啊！你看，我跟你爸爸那么多年，能过得四平八稳，相处和睦，就是我们能不断的调整自己。所以啊，你跟王烈在一起，我太任性。这个唐潇又没开机，我估计就是手机没电了。我要不记着给他充电，他自己根本想不起来。是不是俩人一块玩去了？哎，我觉得现在你们家潇潇跟王烈有点意思啊。什么意思？我觉得不合适。唐潇是个贪玩的人，整天风风火火的，还没定型呢。再说他准备出国，现在正在等通知书。看不出你还是个厨艺高手。唬人的，刚毕业那会儿，粮食供应紧张，我呢就拉关系，走后门，想调到食堂帮厨，这样可以多吃多占，能填饱肚子。你知道我送的什么礼？一条大前门。后勤主任是个烟鬼。
哎，苏可，拿个盘子来，兰花来。他在家时，我们经常一块做饭，习惯了。没关系。给你兰花的盘子。谢谢。你想什么呢？我在想，你跟你哥不是一类人。我哥是哪类人啊？袁世凯。袁世凯？你为什么这么说呀？不告诉你。哎呀，你说嘛，快点说啊，跟我说说。窃国大盗。他是窃国大盗。哈哈，哎呦，他有那么大本事？你真是开玩笑。来，我给你找件衣服换上吧。下班碰到梁花阿姨，给你打电话，你手机关机了。这是我给我妈买的睡衣，你怎么能让她穿？潇潇，我刚才不小心把菜刀……潇潇，这么没礼貌！对不起，我给你添这么大麻烦。不理他，到里面坐吧。你是谁呀？你凭什么给我收拾东西？用得着你给我收拾吗？谁让你给我收拾的？你凭什么给我收拾？潇潇，莲花阿姨是咱们家的客人，你不能这样。客人就要进我们家卧室，就要穿睡衣吗？爸，那是我给我妈买的睡衣，昨天你就应该拿到医院去，为什么还要留在家里？好了，你嚷嚷什么呀？她的衣服弄脏了，家里只有这一件衣服是新的，你怎么能这样呢？谁知道你们干什么？别胡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说？他在我面前忙前忙后的，我以为他是好人，结果他是别有用心。你是越来越不像话了。难怪在北京让人给甩了，他活该！你打我！你为了那个女人，你打我！把你惯得不像样子。锦州，你这是干嘛？潇潇，你听我解释好，这是个误会。你给我站住！我再也不会回这个家了。潇潇，你这干什么？这孩子，他让我们给惯的越来越任性。好了，你不要生气了，这没有他的错。也许今天不应该来的是我。莲花，算了，不理他，我们吃饭。坐呀。今天小小的误会，我们可能还有机会向他去解释，可是周围的人怎么看我们？
我们不可能向周围的人一一去解释我们的关系吧？我们正常交往，你何必在乎别人怎么说呢？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今天伤害的是潇潇，可是苏老师……放心吧，苏老师那儿我会去解释的。太不懂女人了，真的，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我送送你吧。喂，王烈吗？唐潇没在你那儿？没有，不过下班的时候我们见过一面。他今天心情不好，如果你见到他，多照顾他，啊，要马上打电话给我，我去接他。我会的。唐潇他出什么事儿了？啊，没事儿，就是跟我拌了2句嘴。那你说他会去其他朋友那儿吗？也可能吧，我打电话问一下。好，有了结果马上告诉我。喂，中山吗？我是王烈。今天你有没有见过唐潇啊？哦，没有啊。哦，没事儿，我找他，他电话没带。好，好，再见。喂，张健吗？我是王烈。唐潇今天跟你联系过吗？刘淑娟吗？我是王烈。真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喂，陈诚吗？我是王烈。唐潇在那儿吗？小烈，小烈，有人找你。我一直在找你。你担心我了？没错，我真的很担心你。小小，你冷静一下，我们坐下来慢慢说好吗？我真的不是一时冲动，我是真的很爱你。我又不是玻璃人，你为什么对我视而不见？像我是故意气你的。
你能对舒阳那么好，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你是最好的人。我们做不了恋人，还是朋友，应该的。不是人人都能如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刚才你爸打电话找你了。王烈，你会同时爱上2个人吗？不要再提舒阳的事好吗？小小，我一直把你当小妹妹看，我觉得你非常可爱，非常善良，我真的很喜欢你。但是，别说但是，你回答我。只要分人，有人做得到，但我很难。那你会爱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当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是那种可以亲密接触的朋友，你能吗？没有过，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你。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今天都变成小问号了？你听我说啊，很少听你提起父母，你们关系不好吗？怎么会？我们关系非常好，我还特崇拜我爸呢。哎，你怎么今天想到这个问题了？好，我知道了。知道什么了？某位小姐被驱逐出境了。小小，你爸爸会着急的。你有时候太是小性子了。今天晚上我不走了，我就住这儿。出这儿？嗯，就这个沙发就行。你不许告诉别人，答应我。好吧。我饿了。好，我去给你下碗面，海鲜卤的。嗯。这样吧，下班以后，我跟你去和娇娇谈谈。进来。杨总，那个以李继林名义开的账户，今天已经全部提走了。哦，这个万隆科技一直没有明显回升的迹象，他们亏了多少？他们测试的时候亏了2600万。查出是什么人了吗？他们是银行委托办理的，不好过问哎。就是少康经手的那笔。没错。这个李继林啊，可真是个神秘人物。